全开放。我们在这边去参观，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。我们首先看一看这边的环境，就是以前阿拉伯地区民俗传统的这样一个环境。脚地上踩的都是沙子，都是沙地。他住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？普通人住的房子就像我们这样的，看到没有？只有这样的，拿棕榈树的树叶和树干。他们编织起来做成的房子，那上面呢会盖一些棕榈树的小叶子盖住哈。他说啊，下雨怎么办啊？不好意思啊，不下雨，不然不下雨，所以不用担心防水的问题，基本上不用担心哈。你看到那个房子是平的就能感受到，你看我们的南方屋顶都是很倾斜的，对不对？北方都是平的，所以这个降水量是极少的，它根本不用考虑关于防水的问题。那一般来说就用这种围挡拦起来，就是自己家的。他们使用的木头，大家就可以看到了。大家说，哎，这是什么木头？那是什么木头啊？他们的传统木头就是这个棕榈树，也叫椰枣树啊，这个树。那这是一种普通人居住的房子。那还有穷人和富人怎么办呢？大家看哈，我们这边有这个穷人居住的房子，看那个帐篷没有啊？也没那么穷，对不对？还有布呢，拿这个帐篷，你真係好似講我㗎嘛？布把它弄成一个帐篷，地上它再铺一块毯子，这就是一个家。穷不穷啊？我跟谁个？我要我们行谁？啊，在那里啊，就在他那里。那还有富人住的房子呢？大家就看看我们的这边还右手边这边，这是跟我们早上去的那个古堡运河集市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有石头的，哎，有石头的。但是石头是什么石头呢？我要告诉大家，这边的石头是珊瑚石。从海底里面捞上来的珊瑚石，哎，不是这种普通的石头啊，是珊瑚石，只有很有钱的人才能居住。像这种房子，随时住，随时拆。为什么？阿拉伯人是游牧民族，所以他们很方便哈，去拆卸、去迁徙。但是像这种石头的房子，就是固定的，就不方便去拆卸了。那他们的用水怎么办呢？这种石头的房子一般的海边偏多一些，都是从我们内陆把水运过去的。因为家里是非常有钱的，做生意的哈，这些人。大家也看到那边有一棵树，有一棵树，树呗。那个树就是按那个叫做木豆树。啊，这个树很厉害啊！你只要能够发现这个树，就能找到水源。哦，它是自然生长的，所以可以挖到地下水。还有一点，顺着我的手指过去，哎，那边有点偏黄，还挺大一个。只要有它，地下就有水。对，因为它是自然生长的，这是什么树？木豆树，是按照这个果树。木豆，对，木豆树，它的用名叫做嘎夫翠。那这个木豆树还有一个特点，木豆树就有豆子，也被称为生命奇迹、沙漠奇迹。这个是干嘛的呢？大家知道，在气候严寒或者气候非常酷热的地方，有一个问题就是生育问题很难，生存动物难以保证和团生育啊。那这个树上的豆子对生育特别好。壮阳呢？男人是还是女人是？中阴的，中阴的。这个滋阴补阳，滋阴不是，但是这个是骆驼吃。骆驼吃的，哎，骆驼吃它的叶子是个豆子，所以骆驼在当地非常重要，而且这边的生产和生存大部分都依靠骆驼。沙漠上依靠骆驼，海上就依靠什么？小船。那这个骆驼就很重要，吃它的肉，还可以喝它的血，用它的皮毛，哎，喝它的奶，这个很关键啊。这个酋长现在每天早上起来一杯都喝奶。酋长，你可以喝奶吗？有。没有，没有你们这里没有比较。我们没有时间去上。然后继续说哈，而且这个骆驼还有一个东西很宝贵，骨头，骆驼骨头做家具。哎，做家具。都可以用的哈，所以这边的骆驼很重视，而且如果你在我们去巴斯泰马这个沙漠，你会在沙漠里面看到那种骆驼，你会发现它的驼峰是中国是2个驼峰，它是1个驼峰。但跟中国骆驼有什么区别呢？阿联酋的骆驼毛比较浅，绒毛比较多，那它比较耐热。中国骆驼一般是耐寒多一些，毛会长一些。那丹峰驼还有一个特点，更加耐旱一些，多耐旱。在27度以下的温度下，可以在沙漠里面生存2个月不吃不喝。那它单峰驼不是储水量就少了一个驼吗？驼峰里面不出水，那出什么？脂肪。哎，对，这是我们在有时候看到一些视频的时候一个误区，传播
彰化人。彰化人。现在那我们就知道了。还有哈，在34度以下的天气下，可以在沙漠里面生存1个月以上，这个很厉害。我跟大家说几点啊，第一点，你长时间不喝水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身体里的尿素水分会提高。骆驼里面它就有自带的这个内胰岛素，它有什么胰岛素在自己身体里面产生。最后呢，为什么喝奶，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内胰岛素会从这个奶里面出来。阿拉伯人吃的很甜，吃面食很多，血糖很高。但是通过这个压制，他们血糖很低。那你们的奶粉都是真的吗？这边再跟大家说一点，这边没有假货，不论你买什么没有假货。我就差的，只有差的好的，只有中国产的和外国产的。中国产的真的都是真的。就这边是个贸易国家，进口很重要，做贸易就是必须要是真的，假的进不来，所以贸易卡得很严格。所以你们的骆驼粉是很，就是那个含量就很。这里怎么会有只兔子呢？所以在这边吃东西、喝东西、干什么东西，你不用担心会吃到假的，吃的东西不健康，不会有。这是野的还是家的？因为 rabbit， 这是野兔吗？家父。这是他们以前模拟的以前生活的一个小兔子养的。其实这边还会有骆驼出来。兔子起来像汉人哦，不怕人哦。家父，这家父。是母大公的，看看。可爱的。小周，看看母大公的。这家父。在拉斯海马还有项目。这里肯定是家父，这么肥肯定是家父。也有人哦。他养的，就是他的是吧？肯定是他养的。要怀孕了，要下小孩了。No, it's wild. It's wild. Three. 3只。但是我没有那个项目过去了，那个项目好像是200美金一个人啊，挺贵的。其实挺奢华，挺好的。做是什么项目？那边的一个越野项目，沙漠越野项目。哦，这个搞不来，这个我搞不来。不是还有那个在沙漠游泳的吗？沙泳池啊，泳池游泳的。因为那个项目就在那个都在村里面是吧？对，伊兹卡尔顿酒店。哇，他专门在那个保护区那一块儿那个项目，所以基本上是个酒店里面的人，比较难去预约。那个项目也挺好的，就是离得比较远，但它的项目体验感很高哈。我们明天就开过去，需要4个小时，开过去就要4个半小时。然后这边这一块儿哈，就是阿拉伯海，我们这个岛呢是人工岛。刚刚我们过来会发现，好似我只貓啊，还在填，一直在填。那这边一直是填海造陆，在海中间造陆地起来，在沙漠里面。兔，你是公的还是母的？你别把它吵走，哎呀！特别对不对？所以打造不同点啊，差异化吧，是真的。那大家看到这个灯哈，这个灯其实我们并不陌生。我们老是说跑马灯，对不对？这个马灯就是来自于我们中亚地区，那它的原是一样，就是一样。以前里面就是那个种植物的油，种植物的油在里面点它，我们后来用油这也差不多这个类似的，对不对？单单只是一种说储藏的物里面的这个油系列的，就是人油灯啊，人油灯。这个动物的油啊，就燃烧，这边也很多。这个国家呢，他们属于这个阿拉伯呀，也不民族，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比较什么样子。但是人家穷不穷呢？其实没那么穷，没那么穷。以前虽然没有石油，就是跟大家说到珍珠，他们卖珍珠也是赚的钱，只不过说物质上面会缺乏一些。因为在沙漠里面，你还有什么东西呢？除了那个黑金石油，还有白金，沙漠里面珍珠在海天上，那还有就是彩金。这个彩金是什么彩金呢？阳极第一指在保持，第二指在保持，沙漠里面也很多。大家不要觉得他们没有钱，他们有钱，只是物质上面会缺乏，缺乏的是食物和水源。吃和这些东西，钱是有钱的。他们以前都是出去做生意，把这边宝石卖到中国去，把他们的茶叶呀、丝绸啊都卖过来。像我刚刚说的，他们以前的外国人对中国最了解的东西，丝绸中国最好，然后瓷器、茶叶，对不对？
虽然是瓷器现在的一个意思哈，有一定的观点，但不全部是来源于瓷器哈，来自于更多来自于这个琴。因为这个拉丁语系啊，它本来是 CHIN 琴，为什么加一个 A 呢？拉丁语系要在后面加法语，后面加一个副词儿，这个 China 英语发音是这样来的哈，这样来的。那阿拉伯人啊，入门的应该也很深，包括波斯人这样的，有多深呢？在公元7世纪左右的时候，我们所说的中亚地区就是塔吉克斯坦、吉尔吉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、土曼斯坦这五大斯坦国。当时以前说的是汉语学习的中国文化，大家应该知道吧？那个时候穆罕默德崛起呢，他崛起之后打败了波斯，那个时候呢，中国正好进入了另一个时期，唐朝由盛转衰，是因为一位美女啊，也是因为一位美女，这个美女姓跟我同姓，大家应该知道是谁对？杨贵妃对不对？杨贵妃哈，因为她，然后后面引发了安史之乱，中国对边疆地区的管控放松了。所以阿拉伯人趁机入侵，打败了波斯，占领了中亚。中亚现在很多人都是说的什么？说的是这个俄罗斯语和阿拉伯语、波斯语，还有就是学习的是第三个的文化。以前他们都是跟中国形成文化，现在是相当于中亚地区是中国和这个西亚地区的一个缓冲地带。那你会发现它就是反正中亚、新疆人确实有相似之处。那我再告诉你，阿拉伯人这边他们是一个，你看这兔子躺平了，直接趴下了。它下面两块一点他是把沙子一扒了之后躺平，你看这些兔子都躺平了。你看他们已经在公元2000年前啊，就开始西方让不让播？那个时候还不叫阿拉伯人，叫什么人？他们叫做贝鲁。这么来的哈，慢慢的它演化成阿拉伯人。那这里每一套看原來瓜啦啦咧，再指一棵树，再看一棵树，看这棵树。这棵树呢是阿联酋的生命之树，也叫做椰枣树，也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棕榈科的一种椰枣树。看到椰枣没有？上面挂上绿果。那個就是椰果。哎，这个是成熟的晚的，成熟早的已经开始采摘，已经采摘了哈，已经采摘好了。那这些晚的可能最晚到7、8月份才能采摘完。可以吃的椰枣。在阿联酋这边哈，最普遍的食物，陆地上就是这个椰枣，海里面就是海鲜鱼类，最普遍的食物，也是他们以前食用的猪肉的食物。那我们刚刚提到阿拉伯咖啡，再来介绍一下阿拉伯咖啡。大家知道这个阿拉伯咖啡有多少年的历史？可能您不太相信，它有500多年的一个历史。土耳其咖啡差不多有700年的一个历史，这是最早的咖啡发源地之一。但这个咖啡大家喝了很苦，对不对？咖啡味有，但是没有那么浓稠，因为他们在里面加了香料、重厚、香、花等等香料，它会有做喝了胡烟、甘油、磨成粉末，加入咖啡豆，这个咖啡是拿这个火在上面烧的。咖啡，那就是2罐，然后在这个沙子上面加热沙子再加热，再把一样杯咖啡，要这样一个最是比较重要的是这种香料来香料可以吃的，然后我们说的里面，咖啡过度稀释不好，所以说加什么香料来调和一下，跟我们中国的甜有点像。阿拉伯人酷爱咖啡哈，那大家他们这些服装是以前阿拉伯的传统服装哈。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袍子是白色，对不对？这种黄色、沙黄色、蓝色，还有这种这个白色都会有的。但是男士是黑袍，黑袍是喜欢的。女士也不仅仅是黑袍，黑袍蓝色的、深色的、特色的、深色都会穿啊，不仅是黑色的也会穿。但是以黑色为主。现在阿联酋人大多数规定的国家的一个服装，男士是白袍、白头巾，女士是黑袍，国家性的服装哈。那我们差不多聊到这，大家也热哈。我们现在呢就去那边，大家要看丹峰图，可以来看一看啊。哦，有丹峰圖。媽，有巔峰嘅落圖睇。哦，就这里感觉啥也没修好，就修了个大门。这是马啊，这是一个骆驼，这一个驼峰啊。家是欺负了矮人啦。你通过这个缝隙看过去，你可以从那边看。
小小的绒毛啊，几岁啊？公的母的？你问他嘛，你问他吧。Hello， 它的我嘴真的颠覆我。它但它的毛毛是绒毛，这个很细很细的。阿媽真係顛覆我佢啊！甘富婆是。它那个嘴巴是下沉是这样的。佢真係顛覆我嗎？我哋嗰邊係雙峰喎，佢顛峰喎。公的母的？幾歲了？你能看出来？他要站起来才看得出来是公母啊。现在就能看出来。厉害了。现在我们去看隔壁哪里？我们要去另外一个景点，也是这附近。我們也沒有那汽車衝沙，對吧？对，这么大一坨的，是啊，在哪查呀？想啊，最里面，右上角，右上角。哇，这鸽子！來到這裡沙漠地帶，為什麼衝沙？鸽子跑了。完木，干木。Welcome, welcome. Coffee. 好， Thank 那 you 我们就可以上车了。好， Thank you。热。啊，不去了，赶紧走。到处都在填海。你这全天录了好多小时了吗？是的。我可是1T 的，我拿1T 的手机来，我图个啥？